这个男孩唯唯诺诺，昨天刚被同学打了，其实不止昨天，他几乎每天都被这几个人欺负，如噩梦般躲也躲不掉。而他身边的男人找来酒保给对面每位男生上了一杯女士鸡尾酒，而对面几人感觉受到了侮辱，直接端着酒杯过来，表示感谢后，把酒泼了他一脸。这可把男孩吓坏了，但男人把酒抹掉后竟然笑了起来，反手就还了他一杯。原来男孩是个学霸，但是太懦弱胆小，在学校经常被他们几人欺负。这天男人来接他时，逼他指出欺负他的几人，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。男人动作干净利落，看到男孩被打，拿起球杆一棒解决了他。很快战斗结束，男人扶起了男孩。你以为他是男孩的哥哥？他们不过才认识2天而已。原来这人是男孩哥哥的战友。这天，母亲正在为失去儿子悲伤时，门铃响起，一位自称亨特的男人站在他面前，说是他儿子的战友。进来后，男人在合影中指出了自己，女人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，所以相信了他，并将他留在家中，希望可以多听些关于儿子的事儿。但他的女儿梦露却不是很乐意，丈夫回来后看到一个陌生人要住在家中，更是跟女人大吵了一顿。只有这个小儿子对他还算友好。晚上，他看到男孩脸上的伤痕，问清楚了情况，还倾听了男主人格瑞斯的抱怨，工作中因为有些人的不离开，他一直无法升职。男人洗完澡，浴室门打开，正巧被梦露看到了男人完美的身材，那该死的荷尔蒙让他怦然心动。女孩邀请亨特参加朋友的聚会，他乐于助人，毫不拘束，还出手帮助梦露的朋友解决了棘手的麻烦，赢得了女孩的欢心。亨特问胡子哥在哪里能搞到手枪，钱不是问题。正聊着，他看到梦露跟男友正在争吵，便匆忙给胡子哥留下电话，两人准备回家。半路，亨特几句话打开了梦露的心扉，梦露的眼里全是爱慕的神情。但回到家，亨特的眼神瞬间就变了。第二天起床的梦露正在找吃的，偶然间听到亨特在打电话，提到换脸换指纹，而且有人正在找他，越听越不对劲。亨特转身的瞬间，他赶忙躲了起来。第二天，亨特来到跟胡子哥的约定地点，他熟练地拆卸着手枪，仔细地检查每一个配件。两人丝毫没注意到亨特的手速，就在聊天的几秒内，手枪已经组装完成，并直言要买下所有武器。男人高兴坏了，以为来了大买卖，没想到下一秒就命丧黄泉。可怜的胡子哥最终也死在了枪口下。另一边，梦露听到他要换脸，吓坏了，马上给哥哥的部队打去电话查询此人。但系统显示亨特的记录是保密的，军队联系上了管理层黑哥。黑哥听到他的消息，马上赶了过去，部队也给梦露回了电话，告诉他亨特在一次行动中已经牺牲。梦露跟母亲说明情况，但母亲对亨特深信不疑，根本不信梦露说的话。而男主人回家后告诉家人，他的上司在家中自尽，他顺利得到了那个职位。而此刻，梦露也接到了男友的电话，警察在他家中发现胡子哥的枪，所以他成了嫌疑人。所有一切都指向了亨特。梦露再次站了出来，当着全家的面揭穿了他。而亨特却拿出军人的牌子，说他执行过机密任务，很多事不能透露。家人再次选择相信了亨特，父亲更是臭骂了梦露，他委屈地回到了自己房间，他恨家人的不信任。这时亨特走了进来，安慰几句后告诉梦露，几天后他就会走。但是亨特的眼神明显是在威胁恐吓。第二天，梦露偷偷拿走亨特的电话，并拍下了上面的通讯号码。但是此刻亨特的电话竟然响了起来，他赶忙把电话扔到他的房间。梦露找到弟弟，希望他能查询到电话上的号码。男孩来到学校，刚准备查询，一个同学就坐在他身后，把铅笔削尖直接扎在了男孩后背。但这次男孩狠狠地回击了回去，因为他想起亨特的话，不要让任何人欺负你，不然你会被欺负一辈子。但男孩还是太弱小，被人扔在了角落。但这次他没有哭，慢慢站起身，拿起尺子，狠狠打在那人脸上。单纯的小男孩把姐姐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亨特。亨特听后脸色大变，但马上又恢复了正常。回到家，他跟女主人在晾衣服，忽然远处2辆吉普车开来，全副武装的黑哥带人找到了这里。风吹起被单的瞬间，亨特快人一步，直接拿枪干掉了一人，对方马上端起冲锋枪。亨特跳窗躲进了屋子里，猛烈的火力压制让他动弹不得。
女人也因为害怕躲进了屋内，趁着对方换子弹的时间，亨特掏出了 M24。这时对方架起了轻机枪，他赶忙逃出房间。女人趁机找到电话准备报警，一把被亨特夺下，女人也开始怀疑他，但为时已晚。亨特驾车准备离开，半路却碰到准备回家的男主人。亨利系上安全带，猛踩油门撞上去，下车一枪解决了他。亨特为何突然性情大变？黑哥找到梦露说明情况，原来亨特是他们的实验对象，是非常完美的士兵。但他逃跑后就隐藏了起来，一旦感觉身份暴露，就会清除所有威胁。梦露刚走，亨特就找了过来，开枪干掉了梦露的朋友，还顺手留下2颗手雷后潇洒离去。当梦露找到弟弟时，弟弟还深信不疑，亨特是个好人。直到姐姐告诉他父母已经被害，男孩才知道这个来到家里只有几天的不速之客有多危险。姐姐把男孩藏起来，独自应对亨特。此时的黑哥已经被亨特干掉，他顺着脚印追了过来。梦露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开枪为父母报仇。但过去查看时发现尸体不见了，亨特却突然再次出现，把刀扎在了梦露的腿上。就在以为一切都要结束时，男孩用亨特送他的刀救下了姐姐。临死前，亨特还在鼓励男孩：“你做得很好。”还对他竖起了大拇哥。大火烧了起来，两人得救。就在这时，一名消防员走了出来，亨特再次复活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